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本周道琼斯工业指数持续的震荡和反弹。那这种震荡和反弹呢，源自于道琼斯工业指数在3月7日开始的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分别由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构成。那一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就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因此呢，反弹在31500附近发生。那么反弹过程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过程，打到1440均线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0均线附近遇阻回落因为这一条均线呢是一条长期均线，几乎是半年线的一个阻力位。所以呢，打到这里面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反弹毕竟发生了，因此呢，这个位置围绕144均线、1690均线的震荡在这里发生。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震荡之后会为比特币的多头带来一定的契机。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本轮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比特币是一直在上涨趋势的，并且呢，在比特币的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0均线的附近呢，出现了强烈的支撑，形成了与美股相反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比特币是走出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但美股是日线级别下跌，完全形成了一个高度的背离也就是说美股和比特币产生了背离，但震荡过程当中呢，又出现了一定的同步。那未来呢，如果比特币出现反弹这个时间点是有机会出现反弹和反转的，因为行情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这里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它是有机会反转上来的。反转标志性的一个信号一个点位是在32500点1440均线和1690均线汇合的这个位置，如果能够发生突破即将迎来反转。那么这个时间呢，我认为美股会同比特币形成一个同步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由背离最终形成同步的。因此呢，道指如果能够正式打响反转的信号枪，那么比特币一定会继续接力式的上涨。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比特币目前是同步了美股的一个震荡过程那么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要分析当前发生了什么时间的震荡和调整。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到达高点28881这个位置上有悟空阳线，悟空阳线的起点呢，基本上是1440均线和1690均线这个位置开始发动的上涨行情。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基本上确立了上方的一个箱体震荡的区域。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有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那么目前来看小日线级别已经调整完毕。这个小日线级别调整过程呢，我们看到首先是28881打到26590，一个巨幅的下跌，下跌幅度达到了8%左右。8%快速回调之后，对这个缺口进行反复的回补。回补过程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就完全展现了出来。同时呢，这个位置看到了跌破了小日线的支撑，但没关系，我们可以在4小时级别的均线系统当中找到下一个支撑位。我认为下一个支撑位大概是在$26,000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行情就会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大概率呢是调整结束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有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一般是大概率的会做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当前行情当中，对于多头趋势来说在小日线级别的1440均线、1690均线这里应该有一个仓位这个仓位呢大概是在$27,500附近建立第一个仓位。那第二个仓位呢，我们建立的位置呢大概是在$26,000，这里面是均线未来的一个支撑位延长均线之后的一个支撑位，同时呢也是一个315前后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在这里面布局多头我认为是建立第二个仓位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之后，可以看到
前面行情当中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在这里面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呢被空头消灭了，那么目前走的是第三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第三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经过调整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标志性的阳线。那未来的这根阳线呢，是第四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起点。有了下一根阳线之后，这根阳线要标志性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标志性的阳线非常突出，具有突破性的一个信号第一轮呢，它站上了140均线、169均线，那么第三轮呢，是这里，是这个位置特别长。那么第二轮呢是1201月20日的这根巨大的阳线。所以呢，你看每一个行情启动都有一个信号所以呢，在布局之后设置止损，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的发生，那么就有可能把握住趋势迎来第四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这四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呢，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就可以非常简单的看到周线级别上在1月9日这一天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是非常复杂耐人寻味的8件阳线组。首先1月16日这是8件阳线的真身后面的 K 线呢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诱导我们进入空头市场。那行情走到3月13日这一周呢，就走出了沙僧阳线。那么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这里面有悟空阳线、8件阳线组、沙僧阳线。那么上方呢，非常简单的周线级别的压力就在28000美金周线级别的169均线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压力。那么如果突破出现唐僧阳线的话，那么目标点位必然是32000美金32000美金呢，基本上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因此呢，本轮反弹行情并没有完全结束，趋势上呢经历调整过后依然可能走出唐僧阳线。那这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走出来之后呢，我们最大的获利可能会在70%左右对于比特币现货来说所以呢，目前多头趋势要把握，分仓进场要控制仓位，同时设置合理的止损，最终呢，你可能获得整轮行情带给你的超额的利润。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来看我们在日线级别上依然观察到处在一个弱势的一个震荡下跌过程当中。就这一点呢，来自于21年5月份波峰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21年5月的波峰2年前的波峰通过焦点之后连过来，在0.067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在最近终于被跌破了，意味着它的下行趋势已经开始。因此呢，目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也就是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的涨速是处在下跌过程当中的目前它已经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未来呢可能会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那如果周线级别最终下跌完成，我们将会看到22年5月份的这轮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快速下杀过程。这个比值呢，并不能说以太坊本身它会跌得有多惨但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涨速会相对弱势一些。也就是说，以太坊涨的可能没有比特币多了但是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价格，目前我们来看正在处在一个箱体震荡的过程当中虽然呢前面3月17日突破了箱体，但是我们看到一直在箱体上边线的这个附近徘徊。那么行情当中最大的痛点和最重要的支撑位就在16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前面箱体和收敛三角形震荡过程当中的一个筹码中枢所以呢，如果要接多以太坊的话你布局的点位应该是在1600美金附近开始布局以太坊的多头。那么前2天XRP 出现了一定的启动信号，我们可以看到 XRP 一直处在弱势的过程当中前几天终于突破了140均线和169均线，有一个启动的信号但是这种大盘臂肘我们一般来说不做虽然它有可能会有一波上涨但一般不做。我们做哪些呢？我认为Fail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么目前来看Fail 的价格处在一个价值区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从高点到低点Fail 已经跌了99%，99%跌幅之后呢，有了一波接近5倍的上涨。
那5倍上涨之后呢，又重新调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上涨啊，在这个位置突破144均线和169均线之后啊，出现一波上涨，回调非常凶狠，几乎是对称价格的回调。那么看到这里啊，它是一波日线级别上涨息由回调，是缓速的2轮到3轮的日线级别下跌息由做到回调，时间级别不对等，但是价格直接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啊，第一轮打下来之后再反弹上来，再打下去之后再反弹上来，最终呢这个位置会形成依托于4.8美金啊，也就是144均线、169均线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啊。因此呢，当前价格 fail 包括道指啊，这个价格呢都是非常低廉的啊，非常值得关注的啊。我们看到道指目前在日线级别上仍然没有进行突破啊 ，XRP 它都突破了144均线，那道指它没有突破这个均线系统，因此呢，它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价格发现区啊，这个位置呢，你怎么买都不会亏的啊，未来会有一个大幅上涨的过程当中啊，让你赚很多的这个。同时可以重点关注的是啊 ，CFX 最近我经常说，天天说啊，这个行情走得非常精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现货啊。在它的现货上拉过程当中啊，这个位置呢是它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由，然后2轮日线级别下跌息由做调整，调整幅度超过60%啊，这里是达到了65%左右啊。打下来之后迅速反弹上来，并且形成反转，反转过程当中啊拉升了2.5倍左右啊，拉升2.5倍之后，目前又再次出现快速回落。所以呢，它的波动性非常强，上涨动力非常足，目前调整幅度接近35%啊。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要观察它的各个时间级别。首先看小日线级别啊，它的小日线级别0.4美金支撑位已经跌破了，但是这个位置是在之前这个位置是可以做一定的补仓的。虽然错了，但是你这里面有仓位之后，再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那么目前呢非常接近4小时级别144均线延长线的这个位置啊，前面连过来之后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可以布局第2个仓位。那再往下呢，可以看到0.27美金，如果到这里面是布局第3个仓位啊。通过分仓式的布局啊，最好是做一些马丁啊，就是倍投或者是1.5倍啊，或者是1.7倍啊，每一个仓位呢，随着下跌多投一些啊，因为 CFX 啊一直都是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啊，在4小时级别的均线啊支撑位附近是可以做进一步的追投的啊，然后呢，日线级别它的均线就离得相对来说比较远了。那么我不认为它会调整到日线级别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啊，它之前做的拉升动作，把价格打上去的这个动作很多资金就会被浪费掉啊，所以呢，我认为它的调整过程呢，大概率是最多也就是在0.24左右啊，这个筹码密集区啊，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出现反弹。行情呢都是涨涨跌跌啊，重要的是你要有仓位，并且呢做到仓位控制，才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一直获利。那我的 K 线西游战法和很多这个国外的战法不同不同点就是比如说海龟战法，它一直也是提示趋势交易错了做止损，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呢，我认为是中国的64卦里面的一个巽卦。那巽卦是什么呢？就是一叶孤舟落沙滩，有高无水进退难，时来风雨江河易，毫不费力任往返风来了你能赚一波就跟这个西洋帆一样，风来了西洋帆速度非常快。但是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中国帆，中国帆是硬直的并且它的这个它这个帆叶是硬直的，而且能够迎八面来风的所以呢，中国有句话叫迎八面来风嘛。那迎八面来风，它能一直往前走，虽然速度可能比处在巽卦当中的西洋风帆慢，但是一直走长线的话，中国帆迎八面来风的这个中国帆能走得更远。
所以呢，我认为啊，在行情当中啊，不是要猜行情的大概率的涨跌，而是要做好自己的仓位控制啊，这样呢才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迎八面来风啊，赚更多更稳的钱。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